时我们到达船厂的时候，马上被这个船高就给震撼了。它停在船坞的是船高是4层楼左右啊，就由船长提供的一个架梯，从地面爬到这个船甲板啊。这个设备呢，位于船舱的3层跟2层，船舱内部还有4层。它的爬下去的深度呢是低于码头的啊，等于此次工作难点就在于狭窄的楼梯跟狭窄的空间。那我们所有的这个打压设备，包括维修和清洗的设备是怎么运上去的？运上去的时候是船上还有吊车啊，可以那什么，可以用那种网兜式的装置帮我们把那个设备重型设备给吊装上去啊。当然这个使用呢是因为有受到用电嘛，受到用电跟其他工作的影响，有时候会没有啊。比如说像我们在撤场的时候，搬离那些备件什么的，我们就用了我们自己大量的人力啊。好的，那您开始介绍一下本次这个维修的整个服务过程中的一些技术难点吧。技术难点呢，首先这个从船龄上也能看出，这个换射器是使用多年的设备啊，比较老旧。首先我们一看这个设备呢，表面厚厚的油漆，而且是经过多次油刷产生的结果，那种厚厚油漆啊。其中，但是换射器那台的油漆会更厚一点，它的那个油漆的螺杆跟大板全部用油漆都粘连了啊，而且油漆在螺杆上都形成影响了，就对它那个就是前后都不是同心的啊。这个前后加减这块会因为这个产生一定影响啊。所以说这个导梁也是需要彻底更换，没有办法继续使用是吗？这个导梁是在我们拆解之后，发现它这个导梁也是经过多年使用，是上头有缺口啊，而且会影响挂板的那个同心度啊。那它这艘船在运行过程中，这个冷油器和这个淡水净化器是到了秦皇岛这个港口之后才老化这么严重的，还是之前它在新加坡那边运行就状态就已经不是很良好了？主机冷油器这个冷油器的话，我们是跟船东交流了一下，它是这个主机冷油器这个我们一看那个状态也不是很好，就是它的外部的变形情况很严重，错位情况也很严重。完了，我们一问了问船东的经历，他们是在新加坡维修的时候就没有维修好啊。这个换射器就现在一直属于是泄漏的状态啊。完了，效率也并不高啊。完了就是勉强的带病工作，从新加坡开到了秦皇岛港。它整个运行过程中，这个板片的铁锈或者是一些损害到底有多严重？它的结构，它的主机冷油器结构还好啊，因为它那个温度没有那么高，结构还好。但是它的淡水净化器那台换射器的结构很严重，因为它那是是海水给80多度的淡水进行降温的那么一个工况啊，它的结构状况就很厉害。我们那个有照片，就当时它上头结的那个巧克力状的硬块，就是一扒一下来一大块，一扒下来一大块那种状态的啊，充满的就是板片之间就充满了那种结构的。油污吗？还是断裂的板片？不是断裂的板片，它就是结构的钙块。说明它这个钙化严重，对。对，它的结构严重啊，而且会相当影响它的换射效率。那它整个清洗过程中，有哪些比较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地方？它这个首先是这样，我们一开始想象着说是希望能给船上尽量减少这种经济损失，想多利用它那些板片，但是后来经过多次的组装，它这板片变形很严重，再加上一个这个框架的这个影响，它的换射器组装不起来，就是总是泄漏。无法复原是吧？打压。对，无法复原，最终确定这个板片就报废了，已经是。
最后我们这个在清洗过程中，主要是清洗了哪些部分、哪些区域呢？怎么清洗？它就是这2个工况的板换嘛，进行这2个工况的清洗啊。这个它尤其它结构的那个板换，那个它的结构情况比较厉害嘛。它作为板换维修，首先就是把那个板片的表面的结构要清理掉。需要清洗几遍呢？它这个清理的工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按照我们换上器的清洗原则，首先要进行一遍清水清理，其次再进行化学清理，化学清理完毕之后再进行一次清水清理，完待板片晾干之后才能进行安装新的垫片，之后再组装啊。我们这个封干的过程是在甲板进行的，还是在船内部进行的？封干是在甲板上进行的啊。也就是说需要把所有的板片人工抬到甲板上面去进行封干是？在我们的安装设备上船以后，基本上所有的搬抬工作全部是拿人工来进行的啊。这也是船上维修的一大难点。因为船上因为受地理就是环境的影响，环境跟操作空间的影响，这种工作很多，所以为什么说船上的维修工作比较累、比较辛苦，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就是这个操作的复杂性比较。因为油的本身在维修换热器的这项工作来说，维修油换热器就是一个比较脏跟累的工作啊。那船上的工作呢，就得加一个更字啊。那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维修过程中，也就是说，即便进行了清洗和一系列的操作，这个确认板片还是大部分无法使用，才与客户沟通进行了新的更换。对，这个是我们也是通过多次组装嘛，多次印证，也有力的跟客户做好说明吧。那我们在本次的服务过程中有收取额外的服务费吗？没有，我们这次服务是完全免费的啊。这次的工作安排在11月初，大家现在都已经知道了，就是这个咱们这回新冠的病菌啊，是对冷比较，就是冷环境是对它的滋生是很有利的啊。那正好呢，就是又安排在这么个时间。他的所有的船员全是外籍船员，大家就是尤其咱们国内的人也都知道，现在国外的疫情情况是比国内的情况要严重的多啊。等于他的外国船员都是不允许下船的。完了，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的人去船上进行的这次维修工作啊。那我们在整个的维修过程中，您有哪些小的一些技巧或者是一些建议可以推荐我们，然后可以更好的延长这个板片的使用寿命？它是这样的，一方面呢，就是板片的正常维护工作，它的这个船的，就是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所有的板换都算上啊，都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运行周期来进行板换的这么一个维护工作。当然，这个就是因为板换的各个工况不同，它的维修周期也会不同。就这条船来说，它的淡水净化装置这个换热器，我建议1年之内做个2、3次是合理的，因为看它的就它的结构情况来说啊。但是它的主机冷却器那块儿，它的结构情况还可以，那1年做1次也是比较合理啊。我们霍夫曼秉承着持之以恒的态度，细心负责的初心为客户服务下去。好，非常感谢您本次的一个分享，然后期待您下次与我们相见。好的。In the end, thanks our Greek representative Seascape Marine and Trading Limited for offering this opportunity to let us on board for shooting this video.